等待千年，相思成劫。韩立跨越时空屏障，终于在小凌天见到自己心心念的南宫婉。亲热一番后，面对诸族虎视眈眈，韩立这一次要为人族打出一个万年太平。咱们书接上回，半个时辰的交谈结束后，韩立起身婉拒了少妇的挽留，驾遁光离去，飞回悬于几座山头之间的墨林圣州。巨舟静静浮在半空，始终未动。此时周围山头外已陆续聚来一些人族高阶修士，却无人敢贸然靠近，只在远处小心观望舟上动静。也有心思活络的，见韩立自那少妇洞府中离开，便或遣门人，或亲自登门，想从他那里探听关于韩立的来历。林飞仙对这些人族同阶修士未敢怠慢，加之并无遮掩必要，便将韩立的来历坦然相告。一夜之间，附近修士尽数知晓韩立果真是从灵界而来的人族大成，一时群情振奋，皆改变主意，想要登舟拜会。但是，一旦接近巨舟里许之内，便会被舟上放出的无形禁制所阻，众人不敢硬闯，只得悻悻退去。次日清晨，远处天边灵光闪动，数道刺目长虹破空而至。正在舱中打坐的韩立心有所感，手中法诀轻抬，收去圣舟禁制，随即起身走出船舱，向船首行去。只见那几道金虹转瞬间就到了巨舟上方，遁光一敛后，现出了数名人族男女修士来。这些修士在距离巨舟100余丈外高空中，全都悬浮的停了下来。只有一名仿佛天上仙子的白衣少女，不带丝毫烟火笑容的从众人中一飘而下，直奔韩立徐徐飞来。韩立目光一凝，一下盯住这白衣女修脸孔，一时间眼中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了。几个闪动间，白衣少女就出现在了韩立近在咫尺的面前，美目金光一闪后，谈口轻启的说道：“夫君，你终于找到这里了，我从不怀疑有这一天，只是如此长的等待，只是这份相思之苦实在太难挨了一些。”婉儿，韩立口中吐出这2个字眼后，没有再多说其他的话语，只是伸出一只手掌，用手指从眼前绝美少女丝绸般光滑脸庞上轻轻一划而过，仿佛抚摸某种绝世珍宝。这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白衣少女自然是韩立苦寻多年，终于在今日才得一见的双修伴侣南宫婉，也是在小凌天人族中享有莫大声望的那位月仙子。远处所有人族修士见到这般情形，大都一阵的骚动。要知道，以南宫婉现在人族第一强者的身份，外加无人能及的绝世风姿，早不知让多少年轻男修将其视若梦中女神一般的存在。现在他竟然和一名外来男修表现得这般亲密，实在让不少人都目瞪口呆，外加嫉恨交加起来。只有跟着南宫婉一起来到巨舟上空的那几名人族强者，并未流露出吃惊之色，但也神色各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下一刻，白衣少女身形一动，整个人就仿若无物地扑进了韩立怀中。半日后，圣州一间布置典雅卧室中，一张洁白如玉的石床上，白衣少女脸带一丝动人红晕的偎依在韩立怀中，低低讲述着自己这些年经历的一切事情。原来南宫婉在韩立进入空间隧道之后，经过多年苦修，终于也碰到了修炼瓶颈，修为一直无法再有寸进。无奈之下，他只有不韩立后尘的也进入某空间节点中，准备偷渡到灵界来。徐徐说到这里的时候，南宫婉轻叹了一口气。韩立轻嗅着怀中南宫婉的气息，温声问他是否也遭遇了空间风暴。南宫婉则回答道，他并非遇到空间风暴，而是在途中撞见有大能存在于空间节点中争斗，被波及后因空间之力紊乱才坠入小凌天。言及此处时，他脸上现出一丝异样神情，停顿片刻后才接着说道。韩立心中一惊，追问是何人竟敢在空间节点中争斗，是否为大成存在。南宫婉轻声解释，争斗的双方并非大成，而是韩立当年曾见过的真灵罗侯与另一头上古真灵百头虫。他见到时，二者以2败俱伤，最终一击更是击破了节点通道，使他与2具真灵尸身一同落入小凌天。他称自己侥幸未受重伤，反因此得到一场天大机缘。韩立大感意外，随即若有所思地猜测那机缘是否便是2具真灵尸身。南宫婉颔首称是，并说明罗侯与百头虫在真灵中亦属上位，其金河所蕴精元对修炼者价值不可估量。正是借此机缘，他才能在灵气远逊灵界的小凌天中，于不到2000年间修炼至如今的境界。话至此处，他转而望向韩立，掩不住讶异地表示，韩立身在灵界，却能在同样时间内进阶大成，更令他难以想象。他坦言自己越修炼至后期，越感到突破大成之艰难，即便手握真灵金河，对突破大成瓶颈仍无多少把握。韩立徐徐说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提到当初以化神境界离开节点后，并非一帆风顺，曾在空间风暴中身负重伤，甚至一度法力尽失。他略去其中不便明言之事，只做含糊带过。但是当南宫婉听到韩立在冥河之地遇见袁瑶后，又于魔界遭遇紫灵时，容颜上不禁浮起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调笑，说想不到韩立这2位红颜知己亦各有造化，并问会不会有一日当韩立飞升仙界时，他们也会不离不弃地追随而去。韩立苦笑着回应称，在于2人实属机缘巧合，
而飞升仙界更是千难万难，自己眼下亦毫无把握。他随即话锋一转，问起南宫婉为何将轮回素女功传授给朱果，并猜测果儿之母近年修为大涨，亦是他暗中相助之故。南宫婉坦然相告，解释朱果儿是他修为出城后发现的资质极适合修炼轮回素女功的弟子，但因身怀真灵晶核之秘，不便公开收徒，才通过其母暗中传授功法。他称赞果儿不负所托，短短时间内便将功法修至小成，未料后来竟流落魔界。至于果儿之母，则是他后来无奈收下的记名弟子，虽不适合修炼素女轮回功，但修炼资质却属不凡。南宫婉坦言自己原计划在数百年后尝试突破大成瓶颈，需亲近之人护法，因而借真灵之精在短时间内将其修为提升至炼虚境界，本打算在剩余岁月里一路助其突破至合体初期。韩立听罢，轻吐一口气，以怜爱的语气让南宫婉不必再为此多虑。他承诺自己既已前来，自会为他护法，不容任何人打扰他渡劫，并提到返回灵界后尚有手段可助他增添几成度过大成之劫的把握。南宫婉闻言讶然坐直身子，追问韩立竟有如此逆天手段。韩立微微一笑，称自己并非普通大成，即便与上古真灵相争，胜负亦未可知。南宫婉难掩震惊，表示若非深知韩立从不夸口，实难相信此言。随后他想起一事，急忙询问返回灵界的通道是否尚未消失，又是否已被他族发现。韩立答道，既然自己借通道之力进入小灵天，那通道便不会短时溃散，且以施法阵遮蔽，寻常阵法宗师难以察觉确切位置。他察觉南宫婉话中有话，便反问是否另有其事。南宫婉缓缓道来，表示自己在小灵天多年，结识了一些交情颇深的道友，他们修为皆已至瓶颈，唯有返回灵界方有更进一步之望。此外，小灵天中亦不乏资质出色的人族晚辈，他希望返回灵界时，韩立能尽力将这些人一同带走。韩立略作沉吟后皱眉指出，若将这些精锐全部带走，剩余人族将难以应对异族欺压，而通道并不稳定，无法携整个人族离去。南宫婉轻叹一声，表示自己明白此理，但料想那些人既见返回灵界之望，恐怕谁也不愿放弃这唯一的机会。韩立摩挲着下巴，忽然一笑，提议让那些人派出数名代表，于3日后再来相见，并言明此事交由他处理即可。3日后，黑色巨州大厅内，韩立与主位召见了4位人族合体修士，3男1女。南宫婉神色温婉，在一旁陪同。4人一进大厅，便向韩立躬身行礼。韩立摆手示意他们起身，平静道：“自己已知晓他们的来意，亦明白其与南宫婉的关系，以及他们前来拜访的缘由。”那位白发老翁上前一步，作为4人代表恭敬回应。他说：“4人皆自认资质不输于人，奈何受限于小灵天的条件，难以更进一步。若韩立愿带他们返回灵界，此恩必当永世不忘。”韩立缓缓表示，南宫婉这些年承蒙几位照顾，带他们返回灵界自无不可。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提醒众人需在离开前妥善安排小灵天的后事，他绝不希望人族精英一走，余下族人便立刻遭异族奴役。闻言，几人心中一凛，其中蓝袍美妇心思转动，当即上前恭敬表态，说一切但凭韩前辈吩咐，他们绝无二话。其余3人也纷纷附和。见众人应允，韩立便直言不讳地提出安排，命他们回去后先行选拔100余位最出色的后辈，届时将一同带回灵界。同时对外宣称，此后会不定期派人返回小灵天，接走下一批资质出众的人族子弟，这些事务皆交由他们办理。白发老翁急忙躬身应下，承诺必会办妥，不让韩立为此多费心思。韩立微微颔首，接着告知他们，在动身返回灵界前，自己会亲往小灵天其他区域走一趟，以威慑各族，令其不敢轻易侵扰人族。此外，他还会留下数件重宝于人族，确保即便合体强者离去，族群亦有自保之力。有了这些准备，小灵天人族当可后顾无忧。在座诸人闻言又惊又喜，纷纷再次躬身称是。随后，他们又向韩立请教了撤离小灵天的几项具体事宜，便识趣地告退离去。自始至终，南宫婉都只是坐在一旁微笑不语。待几人离去后，他才转向韩立，嫣然一笑道：“选拔合适后辈尚需10日，期间他愿陪同韩立前往各族走动。他虽常年闭关，但对此界的熟悉终究胜过韩立几分。”韩立轻笑一声，表示自己本有此意，既有婉儿同行，自然再好不过。2日后，韩立让花石老祖带着一批傀儡离开了墨灵圣州，四下搜集一些小灵天特有的材料，就带着南宫婉同样飞离了巨州。而朱果儿在被南宫婉正式收为弟子后，在巨州留守起来。半个月后，数座遍布各种黑色原石的火山之间，一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近似透明的诡异生物，正在低空中疯狂闪烁的瞬移逃遁着。高空中轰隆隆声一响，一只几乎遮蔽大半个天空的金色巨手凭空浮现，只是往下一落，阵阵泛音声从中一飘而出，同时一股庞然巨力一压而下。下方半透明的诡异生物顿时大惊的身形一闪，一下冲出数百丈之远，
遁速几乎比先前快了倍许以上。但是空中金色巨手看似落下许缓，但是五指只是一分，就一个模糊的出现了半透明生灵头顶处，并闪电般一拍而下。一声惨叫，半透明生灵纵然有数件异宝护身，外加体质特殊，但在金色巨手攻击下根本无济于事，仿佛苍蝇般的被一拍而灭。砰的一声，金色巨手随之一闪而灭。高空中这才一个波动，一男一女两道人影并肩浮现而出，正是韩立和南宫婉二人。此刻的南宫婉看了下方那半透明生灵，脸上难掩一丝震惊。这可是风灵族中的最强者，几乎半步已经踏入了大成之门，竟然连你一击都无法接下。看来夫君当真不是一般大成，妾身算是完全相信夫君先前的话语了。怎么，婉儿先前对为夫之言原本并不深信的？韩立闻言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我怎知道夫君口中所言不是一般大成，竟会厉害到这般程度？以夫君你的修为，在大成中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吧？南宫婉轻哼了一声后，又有些好奇地再问一句：嘿嘿，此事等你回到灵界，自然就知道了。好，我们走吧。下一个目标应该是那巨狼族第一强者刚劲。韩立打了个哈哈，带有一丝调笑之意的说道。南宫婉闻言白了韩立一眼，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反对话语。于是韩立大袖一甩，当即一片金霞一卷而起后，二人就化为一团金光的破空飞走了。1个月后，数以万计的青灰色螳螂般巨虫潮水般的往一个灰蒙蒙光照处狂冲不已。在灰色光照中，一座100余丈黑色小山高高的悬浮在虚空中，顶部则并肩站立着韩立和南宫婉二人。而在众多狰狞巨虫的最后处，一只体型几乎是其他巨虫4、5倍，头生一张人脸的怪虫，正神色凝重地望向光照中韩立、南宫婉二人。怪虫体表有一枚枚诡异黑纹闪动不已，其他巨虫在其影响下也被一层淡淡血光笼罩其下。能同时控制如此多同族，并且还能刺激他们的实力短时间剧增，倒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神通了。不过这种虫海手段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光照中响起了韩立淡淡的声音，接着雷鸣声一响，一团房屋般大小金色雷球蓦然从中浮现而出，在迎风一掌，就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而开。刹那间，无数细长金丝从爆裂处弹射而出，交织一凝后，当即一张弥天金网从天而降，几乎将下方虫群全都一网打尽。只听里面金网中霹雳声一响，所有巨虫全都瞬间在电光中化为了灰烬。不过那头人面虫却一声低嘶，张口喷出一团墨绿色液团，竟将头顶处雷网撕裂开一个不小大洞，并一个闪动的从中洞穿而出。唰的一声，此虫背后一对青色蝉翅一现而出，狠狠一扇，就要施展独门秘术的桃之夭夭。就在这时，远处光照中，韩立手臂似乎动了一动，人面虫附近虚空当即波动一起，一道青蒙蒙剑光弹射而出，一闪之下，就以不可思议速度将巨虫从中间一斩两半。接着，此剑光再一个盘旋，又化为一片青色剑幕的将巨虫两截身躯全一卷其中。当青色剑光再一散而开的时候，这头人面虫连同其元神早已化为一团血雾的不复存在了。1个半月后，小凌天一族人数最多的月牙一族禁地中，此族3大长老率领10余万族人，借助地形之力摆下大阵迎战韩立和南宫婉二人。结果不到一盏茶功夫，就被韩立以一己之力斩杀数千月牙族之人，将大阵尽数破去。此族3大长老肉身更是一个照面的被韩立隔空几拳击的尽数爆裂而开。2个月后，一座遍布毒气糜烂植物的沼泽深处，号称小凌天最神秘一族的夜眠族大长老主动向韩立表示臣服之意，并发下毒誓在有生之年其族绝不会踏出沼泽一步。短短数个月的时间内，韩立和南宫婉就真踏遍了小凌天所有异族区域一遍，将这些异族中强者斩杀的斩杀，降服的降服，短短时间之内就让所有异族战战兢兢，仿佛末日来临一般。这些消息传回人族后，自然一片欢腾。如今对韩立这位外界来的人族大成，人族几乎人人如雷贯耳，连3岁孩童都能知晓一二。这时，人族中的选拔在经过一番激烈争夺后，也终于选出了100余名资质最出色的后辈。3个月后，当黑色巨舟再次降临绿海之中的时候，墨灵圣舟上不但载着韩立、南宫婉等人，还有数名合体修士以及一干人族后辈。至于绿海中的绿灵一族，早已吓得远远隐匿躲开，根本不敢接近巨舟万里之内的范围。在轰鸣声中，黑色巨舟终于在一棵参天大树上空停了下来。韩立站在巨舟前端，往下方淡淡一扫后，单手一掐诀，再往下方虚空一点，当即巨树处波动一起，淡淡光霞一卷后，所有景色一变，巨树骤然消失不见，而在原处现出一团徐徐转动的七色光晕。走吧，下一次再来这里，可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韩立自语般的喃喃一声后，单足轻轻一踩，黑色巨舟顿时破空声一响，向下方光晕处激射而起，并在途中飞快缩小，最终一闪即逝，消失得无影无踪。灵界某片海面上空，
两群类似巨鲸的不知名低阶海兽正在什么原因的撕咬在一起，一节节残缺兽尸不时从海水中漂浮而起，一股股冒出血水，更是将附近海面彻底染成了鲜红之色。忽然，一股恐怖之极气息从海底深处一冲而出，两群海兽被此气息一冲之下，当即纷纷大惊，毫不犹豫地停止了争斗，马上往不同方向抱头鼠窜而逃。转眼间，海面除了那些残肢和淡淡血腥之气外，竟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就在这时，此区域海水滚滚地往两侧一分，从中一下飞出一座黑黝黝的巨洲，前后足有1000丈之长，仿佛一头狰狞的黑色巨兽。在巨洲前后两端挤满了众多人族修士，大都看起来年纪轻轻，但一个个兴奋之极，对海面上一切不时地指指点点什么。有些年轻修士甚至还双目微闭，似乎在原处默默感应着什么。此巨洲自然是刚从小灵天返回灵界的墨灵圣洲。在此洲刚回到海底的一瞬间，那条7色光晕所化通道终于无法支撑的崩溃开来。下一次韩立若还想去小灵天，就不知道要相隔多久，并要重新找上古祭坛推算一番，才有那么一丝可能了。此刻，韩立和南宫婉也并肩站在船首最前端，四周人群则敬畏的远远隔出一大片空间来，不敢靠近分毫。这就是真正灵界，灵气之精纯，果然不是小灵天可比的。也只有在此种地方，我等修炼者才有可能再更进一步，并最终达到飞升仙界的境界。南宫婉轻吸一口略有些咸味的海风后，有些喃喃地说道：“灵界的确比小灵天要强上一些，但是修炼到大成期的存在也并不太多的。像我等人族这样的弱族，一般情形下能同时拥有1、2大成，就足以在灵界立足了。不过一些超级大族的话，大成期存在甚至可达2位数以上。当然，即使同为大成，也有强弱之分的。一些真正的大成中强者，可以与真灵争斗而不落下风，以一己之力灭杀数名同阶存在，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韩立微然一笑地说道。在小灵天期间，他自然将灵界和人族大概情形都向其他人讲述过一遍了，故而这些从小灵天归来之人，倒也不是在对灵界一无所知了。看来夫君如此自信的样子，肯定也是这所谓的强者之一了。妾身倒是没有想到，人族在灵界中的情形竟然如此不乐观。现在有了夫君的话，情形应该会好转一些吧？南宫婉叹息一声地说道。我自问单打独斗下，绝不逊于任何大成中强者，但是毕竟进阶大成时日尚短，真要振兴人族，还要从长计议的。韩立神色一正地说道。这个自然，妾身相信以夫君实力，总有一日能做到此事的。南宫婉凝望着韩立，脸上闪过一丝柔情之意，说道：“希望如此吧。”韩立目光一闪地说道：“下面要如何返回丰原大陆？直接跨海而去吗？”南宫婉在眺望了一下远处海面后，又问了一句：“这个倒不用，我和附近血天大陆的赫连商盟主事之人认识，通过他控制的传送阵，应该可以安排我们直接返回丰原的。”韩立不加思索地说道：“这样最好，妾身也真想早一日见到我们人族在灵界的居住之地。”南宫婉嫣然一笑起来。韩立微微一笑，不再多说什么，身下巨舟却已经调准好了方向，一声轰鸣的向血天大陆方向激射而去。数月后，墨灵圣舟现身于血天大陆某处巨型港口城市上空，稳稳悬停在一座三角形建筑之上。建筑腹地的大厅内，韩立与南宫婉正听着一名中年男子战战兢兢的禀报。那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声音发颤地讲述着近来血天大陆发生的巨变。韩立脸色骤然阴沉，追问对方是否在故意欺瞒自己。离开大陆不过短短时间，怎会发生如此变故？男子连声苦笑，躬身解释说自己绝不敢对持有本盟贵宾令的前辈有半句虚言，并称这些事如今在血天大陆已人尽皆知。韩立稍加打听，便知真假。韩立神色阴晴不定片刻，才继续问起那凶魔究竟是何来历，竟能以一人之力斩杀碧莹等众多大成强者。中年男子面露迟疑，表示自己只是分盟负责人，所知有限，总盟或才有确切消息。一旁的南宫婉轻笑开口，劝对方不必顾忌，既韩立过问，但说无妨。他早已听韩立略提过此魔之事，初闻时亦大为震惊。中年男子心中一凛，急忙解释自己绝无隐瞒之意。见韩立神色稍缓点头，他才压低声音继续道来。他说那凶魔出现的十分蹊跷，似是凭空现身血天，从其功法神通判断绝非本界之人。外界一而流传，其若非其他强大界面的跨界强者，便是自上界降临之人。据他所得消息，十有八九因为后者。听闻降临之人四字，韩立心头亦掠过一丝骇然。南宫婉更是玉容微变。中年男子接着道：据说曾有人在远处窥见此魔施展某种大神通时，竟触怒界面之力，致使法则之链浮现，贯穿其身，禁锢其大半法力。若非真仙之体，何至于此？且已知其他界面纵有强者，亦难如这凶魔般将碧莹等众多大能一网打尽。这般手段，恐怕连传闻中的天凤真龙等上古真灵也未必能做到。韩立轻吐一口气，承认若法则之链一事属实，此判断却有几分道理，
但他仍难全信真仙竟会降临灵界。他言明自会亲往盟中总谈何时，随即又问起碧影陨落后盟中现由何人主事，以及那凶魔如今下落。中年男子如实答道：盟中现由数名长老共掌，待选出下任总执事方会移交全责。至于凶魔，其以血祭大陆西部10余处地域，几乎将西部生灵扫荡一空。但2月前突然闯入血痕宗，屠尽该宗2名大成老祖及数千中高阶弟子后，竟激发宗内禁地的跨大陆法阵传送离去。韩立闻言终于一惊，追问那凶魔去往了哪片大陆。南宫婉似也想起什么，面上浮现忧虑之色。中年男子回想片刻，答道：应是去了雷鸣大陆。听罢，韩立神色稍缓，但眉间凝重未散。他又向中年男子询问了若干细节，随后在对方恭送下，携南宫婉离开大厅，径自飞向高空中的黑色巨舟。雷鸣大陆上空，一道金丝以不可思议的急速破空前行，瞬息间便掠过数千丈之遥，且仍在不断加速。前方出现一座林木稀疏的岛屿时，金丝陡然转折，向下击射而去。砰然一声闷响，岛屿唯一的黄色土山顶端被砸出一个深坑，坑中现出半跪的白衣青年与一名银袍女子身影。白衣青年张口喷出一团精血，才颤巍巍地直起身，切齿般说道：需休整2个时辰，再继续赶路。银袍女子沉默片刻后回应，指出她元气已亏损极重，即便有法弥补，这般频繁施展秘术也难以为继。白衣青年冷哼道：若非那凶魔突然不再泄祭，反死死追来，他们何至于在血痕宗仓促间未及调整传送法阵，便错误传送到这雷鸣大陆？这2人正是被真仙马良一路追杀至他路的六翼与冰凤。冰凤没好气的推测，恐怕是因血天大陆上联合血道宗门设伏之事，彻底激怒了对方。他随即提醒，此次那煞星多半不用2个时辰便会追至，问六翼是否还有其他脱身之策。六翼淡淡答道：若另有办法，自己又何至于真元大损？他低声苦笑，看来此番真要与他做一对同命鸳鸯了。冰凤清脆一声，决然表示愿以秘术助他一臂之力。六翼微怔，反问以他修为又能如何相助？冰凤傲然道：自己身为五彩天凤嫡系后裔，所具天赋秘术之玄妙，远非常人可揣度。六翼神色一动，深吸口气，索性盘坐坑中闭目调息，姑且一试。冰凤轻叹，身形一晃，已至六翼背后，同样盘膝坐下。他张口喷出一团白蒙蒙的寒气，其中隐有一颗拇指大小的五彩圆珠徐徐转动。随着一声低喝，他只觉青苔背后霞光翻卷，凝出一头巨大的冰凤虚影。那虚影昂首轻鸣，双翅一震，体内涌出无数金银光丝，一闪即逝的没入圆珠之中。霎时间，圆珠嗡鸣大作，表面真元之气层层汇聚，转眼模糊晃动，化为近似液体的粘稠状态。冰凤一咬牙，指尖向圆珠轻轻一点，嗖的一声，圆珠微微一颤，如化无形之物，倏然没入六翼后背。接着，冰凤口中念念有词，双手食指车轮般的不停掐诀起来，一层金银光晕从其身躯表面散发而出，同时脸庞竟开始渐渐白皙透明起来，让此女远远看起来无比的妖异。同一时间，六翼只觉背后一个活物般的圆点处，正有无数缕奇寒之力向各处经脉滚滚涌出，接着化为无数真元之力的汇聚到丹田中，